本以为提康德罗加已是巡洋舰的顶点，没想到日本2万吨的巨型宙斯盾搭载舰项目才是最大的 BOSS。但日本现在突然宣布计划有变，要将吨位从2万吨减到1.2万吨。日本的巨型宙斯盾搭载舰还能霸榜吗？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呢？据日本最新公布的概念图显示，日本弹道导弹防御舰的新设计方案与之前的设计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仅从外形上来看，大家会发现它变得更像日本海自最新的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只不过拥有了更大的舰体和吨位，但与最初设计的参数相比有所减小。据日本防卫省称，这2艘新舰采用新设计方案后，舰长和舰宽由原来的210米和40米改变为190米和24米。标准排水量也从2万吨减至1.2万吨，虽然有所改变，但它依旧达到了巡洋舰级，是一种宙斯盾系统搭载舰。计划服役时间分别是2027年和2028年，其单舰造价预计为3950亿日元，约合27亿美元，比出云号的10.7亿美元造价、提康德罗加的10亿美元造价还要贵上1倍多。日本媒体称，该舰很可能成为日本史上最昂贵的水面作战舰艇。而日本突然修改宙斯盾舰项目计划，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日本更加关注舰艇数量和单舰作战能力的表现。这意味着宙斯盾搭载舰将不再是海上浮动平台，而是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的进阶版巨型宙斯盾搭载舰，其用途将变得更加广泛。难道日本也走上了同美国一样的武器平台路子吗？日本在强调单舰作战能力时，火力军第一反应以为他们新造的2艘巨型宙斯盾搭载舰会像基洛夫巡洋舰一样，什么样的武器都往上装，从而执行反舰、防空、对陆攻击等任务。但后来一想，日本不可能忽略基洛夫的平台兼容问题。基洛夫巡洋舰的武器装备非常多，拥有4种不同型号的垂直发射系统，共计188具垂直发射器。AK-130DP 多用途双管舰炮 ，AK-630M 近迫防卫系统可执行多种攻击任务。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装有与基辅航母相同的反潜装备。一个巡洋舰与航母装备相同，真不愧是大力出奇迹的代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负面作用，那就是各系统平台之间的兼容问题。若所有系统同时开启，基洛夫各武器平台之间就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开了警戒就不能开防空，开了防空就不能开火控，会极大影响作战效率。日本不会这么傻，所以他们走的路子应该是同美国一样的武器平台，一种不同于俄罗斯弹舰的路子。美国开启通用型舰艇时代后，各国军舰的发展方向基本都朝着武器平台发展。像开拓者美海军的水面舰艇，在外出作业时一般都不会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去打架，所以对他们不过分要求全面作战能力。但是在任务中承担什么任务就换什么装备，因此美海军舰艇非常强调武器平台的通用性。如阿利伯克搭载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除了能携载标准海麻雀等防空导弹外，还能换装战斧 AGM-158C 和阿斯洛克等导弹，执行反潜、对陆攻击等任务。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存在基洛夫那样各系统相互干扰的情况。那日本的巨型宙斯盾搭载舰具体性能如何？又为何要建2艘与现有宙斯盾驱逐舰完全不同规格的新舰呢？我们根据公开资料仔细来分析一下。从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的概念图来看，这款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主要武器配置与日本现有的2艘摩耶级驱逐舰相近。该舰将配备口径127毫米的 MK45 主炮，这舰炮已经没啥说的了，火力军频道已经说过多次。但有朋友可能疑惑，意大利的奥托布雷达舰炮也是127毫米舰炮，为什么日本没有选呢？在这里火力军就大概说一下两者的区别。MK45 是在 MK42 的基础上开发而来，考虑炮身寿命和机械结构问题时，放弃了对空效能，主要以操作稳定度作为考量。所以 MK45 舰炮虽已广泛应用在提康德罗加和阿利伯克等大型战舰上，但其性能并不算特别先进。哪怕是最新的 Mod 4，最大射速只有20发每分钟，最大射程37公里。而意大利的奥托布雷达舰炮因主攻防空取向，所以在设计时便以超越 MK42 的40发每分射速作为标准，采用了与76快炮类似的诸多全新设计，成功的让舰炮系统在轻量化以及自动化下仍具有高射速效果。
如03年推出的轻量版，最高射速35发每分钟，搭配特殊弹药时，其射程可达100公里。那日本为什么最后宠幸了 MK45 呢？一是因为宙斯盾搭载舰定位是弹道导弹防御舰，肯定有更强的防空武器，不如选 MK45 这个相比奥托布雷达更注重打击水面舰艇、暗轰支援的舰炮。二是因为 MK45 是欧美日大型主力战舰的当家火炮，像日本爱宕级、秋月级、韩日级用的都是 MK45 Mod 4型号，日本海自队员有使用经验，而且 Mod 4型号的炮管长度比奥托布雷达的54倍镜要长，增加到了62倍镜，有效射程也比奥托布雷达的30公里遥远达到了37公里。此外 ，MK45 Mod 4还改进了制退附近系统、炮箱、弹壳托盘和炮壳机构，炮体比 Mod 2型增重约10%，同时为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炮塔外壳进行了隐身设计。所以在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日本最终选择 MK45 舰炮也就不意外了。当然，也不排除日本更喜欢 MK45 外形的原因。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垂发系统。据资料显示，日本打造的这款巨型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弹道导弹防御舰，将配备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比摩耶级驱逐舰搭载的9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数量还要多。这将确保这款新型宙斯盾舰将拥有更强的反导拦截能力。这一能力不仅针对常规弹道导弹的目标，还可对抗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至于垂发系统的型号，考虑到日本引进的现有技术 ，MK41 的可能性最大。即便 MK57 的发射管内径比 MK41 大得多，能装填 MK41 塞不下的武器，如某些反弹道导弹，更符合日本新舰 1.2 万吨的吨位。但如果没有美国授权援助，恐怕很难实现 MK57 的安装。大家觉得日本新舰会安装哪款垂发呢？至于日本新舰会搭载哪些防空拦截弹，我们可以从日本现役宙斯盾舰出发考虑。最新型的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能搭载标准3 IA 反导拦截弹和标准2防空导弹，可对500公里范围内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实施中断拦截，并对167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目标进行防空拦截。那作为它进阶版本的新舰，自然也能搭载，甚至会搭载更强的导弹，如搭载美日联发的标准3 2A 反导拦截弹，最大拦截距离是现有基础的2倍还多，能达到1500公里。另外，新舰还能搭载标准6舰载防空导弹，使海上编队防空距离增至370公里。届时，新舰的防空反导能力将成为日本现役宙斯盾舰中最强的存在。至于是否能实现一坑四弹技术，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一坑四弹技术最早就出现在 MK41 垂发系统中，日本新舰自然也可以实现。而且实现一坑四弹的日本新舰也将具备巨大的海上优势。首先，一坑四弹技术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中距离防空导弹的携带量上，在需要密集的应对反舰导弹打击时，会比只使用一坑一弹的军舰要有优势。咱们打个比方，我们以摩耶级驱逐舰为例，它一共有96个垂发单元，假如有2/3的导弹垂发装置都装海麻雀防空导弹，则能装64枚。而如果这些垂发装置全部实现一坑四弹，则一共可以装备256枚。若是以2枚导弹拦截一个来袭目标计算，理论上实现一坑四弹的舰艇，其可以拦截的目标数量将4倍于一坑一弹的舰艇。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态，因为一坑四弹的射程有限，无法像正常弹射的导弹一样实现超远距离拦截。如英国海军新的垂直发射系统实现了一坑四弹，可以容纳4枚海兽体近程舰空导弹，但射程仅有12公里。又或是俄罗斯海军的22350护卫舰使用的 3S97 垂发装置，虽也可以携带4枚 9M100 近程舰空导弹，但射程同样只有10多公里。其次是在打击能力上，一坑四弹存在着必要性。我们知道每一种防空导弹都有不同的缺陷，如标准2导弹正常发射虽说可以在100-200公里外进行反导拦截，但在导弹的发射的上升阶段，其舰艇本身却极易受到伤害。所以现役美军舰艇外出作业时，实际上都配备一款或者多款不同射程的防空导弹。如阿利伯克通常都是一部分垂发系统装海麻雀防空导弹，一部分装 IM-6667 中远程防空导弹，再配合舰艇和其他防空措施，从而实现3到4层防空拦截网，实现不同拦截距离的无缝连接。这样的防空火力设置会更加高效，面对来袭导弹的时候也不会有漏网之鱼。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能力上，日本现役的宙斯盾驱逐舰主要搭载有鱼叉、90式、17式反舰导弹，可分别对124公里、150公里和250公里以内的海上目标实施打击，不具备海基远程反舰能力。另外，受专守防卫政策制约，
二战后的日本舰艇均未装备对陆打击导弹，不具备远程对陆打击能力。但这次要打造的新舰，据说将搭载日本正在研发的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可对距离900到1500公里的海上、陆上目标实施远程打击。这也是日本舰艇在战后首次具备远程对陆打击能力。最后，日本新舰在雷达方面也很特别，应该说日本新舰是将陆基宙斯盾系统搬上舰船。随着弹道导弹和具备极高机动性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快速扩展，日本的反导压力与日俱增。如俄罗斯海军的锆石超高音速导弹，韩国海军新一代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搭载的玄武2弹道导弹和 HACO 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日本就曾计划部署2座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的陆基宙斯盾系统，但由于预算制约、技术难题和民众反对，该计划于2020年被叫停。因为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拦截后弹道导弹碎片会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此外，宙斯盾系统雷达所产生辐射对健康的潜在影响也引起日本民众的担忧。之后，日本决定开发专门的弹道导弹防御舰，也就是上述所讲的日本新舰，而其搭载的便是陆基版的宙斯盾雷达系统 ANSPY7 固态相控阵雷达。相较于舰载宙斯盾系统所采用的 ANSPY1 无源相控阵雷达，其解析度更高，反电子干扰能力更强，同时在运行时间、探测距离和高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套系统的探测范围便可覆盖日本全域。不过，从最新公布的概念图里，火力军发现日本新舰上的 ANSPY7 雷达的布置高度要远超现役的摩耶级、爱宕级和金刚级驱逐舰的安装位置。虽然可以增加探测距离，但这样的设计不可避免地要求日本新舰拥有一个高度很高的舰桥和体积庞大的舰桥底部，不然就可能导致舰艇重心位置偏高，航行时的稳定性存在问题。不知道日本是如何解决的。当然 1.2 万吨的排水量，其体积自然会更大，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讲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日本2艘新宙斯盾舰服役后，将明显提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以谋取今后海上作战的优势。首先是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卫力量将变得更完备。随着2艘新舰的列装，加上现役8艘宙斯盾驱逐舰和爱国者3系统等，日本将构建起多层探测与多层拦截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形成更完备的弹道导弹防御力量，削弱对手弹道导弹作战能力。其次，新舰搭载的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将填补日本远程对陆打击能力空白。日本海上自卫队可通过新舰打击敌方沿海地区的指挥机构、机场、港口、作战部队等重要目标，必要时还可前推部署至敌方周边海域，打击中远程导弹发射阵地等纵深目标，削弱敌方防空反导和陆基反舰能力。最后，新舰列装后，日本海基反舰装备体系更加健全，可随行近、中、远程反舰作战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还基于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积极推进机载远程反舰导弹项目，正试图构建陆海空3位一体远程反舰火力配置，对敌方水面编队施以多方向打击。由此可见，日本新宙斯盾舰的列装将提升海上自卫队在防空、反导、反舰、对陆打击等方面作战能力，是其谋取海上作战优势的一大利器。刚入列没多久的阿利伯克3 9800吨，即将诞生的 P-18 1.4万吨，现在又来了个1.2万吨宙斯盾新舰。现代海军军舰真是越造越大，但相应能搭载的舰载设备也将更多更先进，能满足更多的作战需求，如直升机、导弹和电子设备等。相信今后的海军军舰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好了，关于日本新舰建造计划，大家觉得能按期实现吗？对其搭配的武器和系统，你们还有哪些补充？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